亲爱的蛋，见字如面，咱没见过呀。问题是，很感谢你一直的陪伴，也影响了我正在成长中的一些价值观，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给你写封信，觉得难以启齿。我自认为思想上我是道德感很高的人，这个思想上就很灵性，是吧？我自认为思想上我是道德感很高的人，但实际生活中我又是低道德感的处事，所以我感到痛苦。我该如何自处？我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被读到。我跟我男朋友相处3年多了，今年准备结婚。他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靠谱的男生，有担当，有情义，有担当，无有帮我自强，尝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有责任感，并且爱我。我纠结的点在于，几年前我有一个前任同事已婚，我明明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我还是被吸引了，且沉溺于这样的关系中，最终清醒分手告终。然后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一度认为是他把我从歪道拉回了正轨，但我这些事儿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我知道一旦我说了，我俩的关系也就宣告结束了。他不能接受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不是你发生那个事儿的时候，你不是还不认识他吗？我看看，我没看错吧？对啊，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我俩吵架冷战几天，前任同事互相发微信聊了几句，我没有任何出格的言论，也明确说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但我内心觉得我出轨了，因为我在聊天的过程中甚至产生过旧情复燃的想法，虽然我没有这么做。我甚至萌生了一些这几年来他就完全没有跟别的女孩聊过天的揣测，好像他跟别的女孩聊过天可以减轻我的痛苦。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我的道德观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我20出头的那会儿，觉得什么狗屁安娜、狗屁弗伦斯基，出轨还说的那么清新脱俗啊！剧作就写这种狗血的破事吗？但是现在我想说，我非常理解安娜的处境，我理解她的痛苦，我害怕我之后会做出对不起我男朋友的事儿。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到完全100%的坦诚吧，但我却连跟前任这段关系都无法跟他开口，无法跟身边任何人开口，我该如何自处啊？蛋，你是怎么理解坦诚的？啊，没有必要呀，你以后不要再给他发微信就行了，这有什么好坦诚的？是不是？对，这个评论说的很好，走到了人性的幽微处。对，你就是走到了人性的幽微处啊，朋友。谁没有做过错事吗？谁的心里没有一些肮脏的想法吗？你这个想法是吧？想说，哎，要跟前任旧情复燃会怎么样？还好吧？谁每天脑子里不冒出十几个严重程度比这个过分的多的肮脏的想法呀？还好吧？啊？你没去实施干嘛呀呗？对不对？对不对？啊，以后呢，哎，就是你这个对坦诚也有误解啊。你现在就不要再联系了啊，然后呢，自己是吧，好好谈恋爱就完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坦诚的？没什么好坦诚的。这个是
你跟你前任的事儿呢，是你跟道德，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就跟你现在的男朋友，跟其他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怎么办呢？你这玩意儿只能是，你就只能被道德审判，那确实是吧？你自己去忏悔、悔过、改正，是吧？那至于要不要跟别人说，那这没什么大必要。对，发帖人的道德在游荡。对，刚刚有个朋友，那确实说的很好，确实走到了人性的幽微处。是的，这就是很幽微的东西。你对自己坦诚就挺好啊，你知道自己在一个边缘，对吧？那挺好的嘛，坦诚说能理解安娜，那不然他为什么是巨作呢？为什么是名著呢？为什么？就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某些层面上都能理解一点点安娜，不然为什么呢？不然为什么他是杰作呢？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最早其实是有一点想法，是想写一个反面教材，他是想批判安娜的。结果写着写着，发现这人物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是吧？爱上了。对吧？这文学家，你看他对自己也诚实。其实你读一读这个托尔斯泰有一些传记啊，什么有一些那个，也是很幽微的，也是很道德上也有很多啊，他没必要。这玩意儿，这个很多这种事情就是自己跟道德之间的关系，旁边的人嘛，也就只能看看，是吧？我也就是个外人，我也只能看看，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你呢？对不对？你就好好的吧，以后好就好了嘛，是不是？以前的事儿怎么办呢？感谢大家啊，可以点个关注。牛翠翠给大家谈一下，今天有活动，还好啊。在小红书上，我印象我应该是没有记错，我也有可能有出入，我这脑子确实喝坏了。我就是有这个记忆，就是托尔斯泰呢是想写一个有点道德审判的那种，或者说一个不好的例子那种角度去写，塑造安娜这个。写着写着就有一种理解，好像也没打算把他写死，还是怎么说的来着？最后好像就是那个结尾也是不受控制，好像是哦，我想起来了，托尔斯泰好像是说想让安娜最后有一个忏悔，还是有一个回归家庭，还是什么来着？最后他死了，最后就不受他的那个原本的设想了，这个人物最后就是
去火车站了。我印象中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对的，是吧？你看，我有这么个印象。是吧？托尔斯泰在原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想中，是不是想让安娜忏悔，回到家庭，最后却写了现在这个结尾？这个创作故事是真的吗？帮我查查。我还听说，不，我还记得一个，就是说要对他有一种批评啊，对安娜，就托尔斯泰作为作者对这个人物有一种批评，但是写着写着这个也不在了，这是真的吗？嗯，对。托尔斯泰一开始准备写的时候，标题叫《两段婚姻》，想写一个轻浮但罪过不很大的女子，从这个角度看，啊，来构思这个安娜一些负面的色彩。但是他写的过程中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使其越来越有光彩。从最初构思中的这种轻浮的什么失了足的女人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敢于追求真爱、爱情与幸福的叛逆的女人的形象，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应该是有这种说法。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我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脑子确实坏了，记不太住了。这个 AI 说的也是有一嘴没一嘴，这肯定是有一些那个他的传记啊，或者是创作坛里有人这么说。没记错，还行啊，我这脑子还可以。还有5分钟发券。你好，我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平淡，就是暗恋。我是个拧巴的人，是那种就算自己拧巴成麻花也要假装是油条的人。可能是蛤蟆尿吃多了，上班上的失心疯，单身太久没见过荤腥。偶然一次聊天之后，我们就有了联系。他还在读书，我已经是社畜。24年年初一起吃过一顿饭，听他讲学校里的趣闻、有意思的事儿，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一块烂掉的木头，是被钉在马路上的人行横道，灰暗。但是此次吃饭之后，我患了很重的流感，请了好几天病假，还用了2天年假。你看，你瞧瞧，这小伙子是吧？携带病毒，但是他免疫力强，是吧？传染给你了。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可能是命运的一种暗示，浪费年假是对一个社畜最大的惩罚。后面聊着聊着，我的那个什么龌龊的心思就全上来了，我就开始有意的我就钓他。咱们有来有回，拉拉扯扯，甚至暗自比较回复的快慢，并用相同间隔的时间去回复。啊，还有这种招数？哎，你们经历过这种吗？暗自比较回复的快慢，注意啊，并用相同的间隔时间去回复。你们整过这种吗？暧昧的时候？这我真头一回见啊，这太来劲了，这有意思啊，是吧？就是我一发3分钟以后他回我，我要回他我就看我也回3分钟，结果对方发现了以后也必须3分钟，就2个人谁也不说，聊的是电影，聊的是我们的英雄小哪吒，但是就必须3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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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是有点暧昧啊。与此同时，也确实是时间蛮充裕的，这不得上个闹钟啊？啊，
头回见啊，挺精彩。后面看到他的消息，我都要在内心尖叫一下，故意回很慢，因为感觉自己太上头了。深谙女之耽兮不可脱也，这怎么给我整成古文啊？什么玩意儿？我查查啊。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什么意思啊？出自《诗经》。女子一旦沉迷于爱情，就很难从中解脱出来。你把原句上下文都发我看看。这么有文化吗？哦，这小时候咱们背过。尔不尔是体无咎言呀，这不背过吗？一二车来以我会牵呐。哦，我就记住这个，下一句就是啊，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对吗？不是说不可脱吗？不是说不可脱也吗？怎么成不可说也了？这是原文吗？这 AI 靠不靠谱啊？说在这里通脱，通假字，意为解脱。行，我错了。太有文化了，哎，都太有文化。AI 还有这个来信的姐妹都太有文化了。在我们俩还在拉大锯的时候，我实在抑制不住想要见面的冲动，我又提出了一起吃饭的请求，定了一个大概的时间。中途因为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会查看他有没有发消息给我，我要忍不住点开他的对话框进行回顾。你这种症状不是那个巴甫洛夫的狗，你这种症状是斯金纳的小老鼠，好吧？你是那个斯金纳的小鸽子，这跟巴甫洛夫的狗不是一回事啊！你自己查查去吧，不展开讲了。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你可真行了，你太行了。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把他微信拉黑了。准备等到我们见面的时候，见面前再联系，因为平时他不会主动联系我。其实拉大锯的时候，我明白他是那种不主动不拒绝的人，斯金纳嘛，做好了破釜沉舟说声 goodbye 转头就走的准备。殊不知我已经犯了暗恋的大忌，主动过头。我拉黑他之后，觉得这样不会被发现，这个纯粹是我犯傻了。没想到我失算了，他问我确切的吃饭时间，结果发现自己被拉黑了，但是我装傻糊弄过去了。这怎么糊弄？点错了。好，说吃面，面条那个汤溅到了那个微信屏幕上，正好在操作页面，拉黑了。这怎么糊弄过去啊？见面之前，我深刻落实自己其实是好色狂魔的人设，势必要摸点啥。他人还挺好的，给我摸了肚子和手。这个肚子是什么情况？手我能理解啊，初次约会说拉个手牵个手什么的，肚子这对吗？说你吃饱了吗？说兄弟你吃饱了吗？他说你吃饱了，我不信。饱了。摸摸腹肌，可以吗？我想想，应该也行啊。说哎呦，你还这个啊，是这个语气是吧？应该也行啊。说你这第一次那个这约会，你看你上次我就觉得你这个平时是不是锻炼啊？是不是有腹肌啊？我看看，你摸一下，是这样是吧？要没有呢？然后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吃饭前就给人肚子摸了，他给我摸了肚子和手，然后一起吃饭聊天，饭都没吃就摸人肚子，吃完之后分开的时候，他对我讲 "See you around"，
小伙聊天挺有意思。See you around。后面感觉情况不受控制，我就把他微信删了。这个微信你要不就别加了，你这连删人家2回，你是不会用是吧？微信这玩意儿，你是想去点置顶，然后给人删了是吧？咋回事啊你？但是我记住了他的微信号，时不时会搜搜他。中途后悔过，酒壮怂人胆之后，试图重新添加为好友，但是他没同意。我欣赏你，小伙子。小伙子，虽然啊，你刚刚那个饭都不吃就让人摸肚子这个行为，咱们那个让我确实对你有一点那个误判啊。但是你现在我感觉我欣赏你啊，他没同意。然后我把别的软件里兑换的一些礼物又全给他账号送过去了，并留言给他24年，我会1个月问你一次，能不能重新添加你为好友了。结果到现在已经25年了 ，I quit。我坦然接受人生无相逢，希望我们都好。你凭什么坦然接受人生无相逢啊？凭什么？你凭什么？明明已经相逢了，你给人删了 ，twice， 你还坦然接受人生无相逢？你凭什么接受人生无相逢？相逢了，而且是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连逢2回，你又拉人家手，又摸人家肚子，你又给人微信删了，你跟我搁这人生无相逢。他希望我们都好，人家肯定挺好的。我看你够呛啊，姐妹儿，我看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啊，后面还有，其实我也没有很坦然，我甚至惋惜删了好友，甚至连一句新年快乐都不能发给他。新的一年我会继续视奸他的。还跟我搁这保证上，我用你跟我承诺吗？还新的一年，你新的一年爱干啥干啥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姐妹儿，咋干啥呢你这是？我就不懂你啊，你干什么呢？别整了啊！我觉得呢，我跟你中途细节挺多的，我就直接这么说吧。从你俩会掐同样的时间回复彼此微信开始，其实就已经可以往前推进了。然后一见面又上手摸人肚子，显然对方可能都觉得已经在推进了，是不是？你倒好。你又给他删了，哎，行吧，行吧，也算你放他一条生路吧。你这我都不敢想，你俩真谈上恋爱能，这得谈的挺精彩的。你俩没谈恋爱，唯一的遗憾是我。你俩要真谈恋爱，我感觉我能收到好多好多信。你来一封，他来一封，是吧？都掐着时间的，一个人3天写一封，跟一个人也必须3天给我写一封。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我吧。你俩没在一起挺好，太吓人了呀！这好好的恋爱不会谈是咋的？这干啥呢？这不挺会谈的吗？我看那会儿我还觉得你挺会谈的，那个叫什么哪去了？是吧？相同的间隔时间去回复微信，我还觉得你应该挺会谈恋爱的。这怎么后面发展成这样了呢？
没懂啊。故事的开头是挺好的，是不是？哎呀，刚又发券了，是不是？没注意。每日莓果加赠3袋，抽5个人。我这都化了，大家回去买回去冷冻，可以拌点酸奶什么的。这个有加赠。刚刚发券了，我没注意。朋友们，抢到券的用一用吧啊！感谢大家。不太好懂，啥意思呢？肚子上有字儿，肚子上有字儿，是不是？我封心所爱哦，懂了，是吗？嗯，肚子上摸到了那个关键提示了，为啥呀？也有可能就写的是这个，是不是？一摸，别搞，很脆弱哦，不能谈恋爱，也有可能是吧？啊？为啥呀？我真不懂呀，为啥呀？不自信，怕被伤害啊！你还是把握善恶吧啊！自卑，maybe 有点自卑，怕上头又不敢深陷，过于自卑。咱们这样推断一下，朋友们，一个自卑的人，第2次见面，饭还没开始吃，就摸人家肚子，这是自卑？这跟我理解的自卑可相去甚远啊！我觉得不是自卑啊，我觉得真不是自卑，想太多了，想的太多了。你如果非要用这种推断的话，可能还是是吧？还希望人家能多主动点。他这玩意儿，你喜欢你就主动呗，你老希望人家主动干啥？明天牛脆脆有活动啊！这个老包装，2盒、3盒都送小奶帽啊，送的数量不一样，你点开看看。你好，蛋，我直奔主题了。我现在有个人生的选择的问题，或许可以读一读，看看大家对这种类似事件的想法。我今年27，东北人，事业爱情到底该怎么选？我是一个原生家庭一般，上大学都费劲巴拉的人的家庭，
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机缘巧合下，家里有个亲戚帮助了我家做点生意，赚了一点点钱，并不多。同时，亲戚也是机缘巧合帮我在北京找到个工作，现在工作4年了，工作也算比较稳定吧。现在这个亲戚很赏识我，想邀请我回东北和他一起做生意。亲戚挺有钱的，A9水平吧。我认为和他一起做生意是我人生翻身的机会，但我现在在北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男友，他是北京人，家境不错。在亲戚没有邀请我回家做生意之前，我们有计划结婚。我们俩谈了2年，我觉得我们很聊得来，和他组成家庭，我感觉我会每天都很开心，比较能闹到一起，除了抠点，别的都挺好，属于过日子人吧。我现在陷入了纠结，我一面担心以后遇不到比较投缘的人，毕竟岁数不小了，但我又害怕失去回家做生意这次宝贵的机会。你们怎么选？做生意1，结婚2，打一下我看看。对，我也觉得。啊，看回做生意去吧。这也不是一个选一个那个就没有的事儿，这可以多选的呀，朋友。可以多选的。你的事业上有一个重要的宝贵的机会，你未来的伴侣对你面对这个机会的态度，可能恰恰可以验证他是否可以成为你未来的伴侣。我觉得你都不用问我，你就问你这个男朋友，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有可能我的事业能上一个台阶，能赚不少钱，但是要离开北京回东北，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你男朋友当然有种种不舍，只要最后的结论是支持，你俩散不了啊。他如果不支持，我就这么说吧，你就留在了北京，你俩以后也好不了。我说明白了吗？所以这不是个单选题。如果你人生能过得更好，更顺你的心意，更有成就啊，你的伴侣对这个态度是支持，你俩就算分开异地一段时间，怎么都能克服，最后还是会在一起。他不支持，然后你也是心一软，说那我就走入婚姻的殿堂吧，差不多2年就离婚了。好吧，这不是一个单选题，这个选择题一做，你其实就很清晰了。杯子有链接吗？有啊。好，姐妹儿，听懂了吧？我说明白了吧？我应该说明白了。好了，然后回到一个更现实的层面。这个爱情和事业，我先跟你说明白了。接下来跟你说点你稍微更要注意一点的事儿。
你这个亲戚算你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贵人，他对你很欣赏，他帮你找个工作，他对你的这些好啊，对你这些好的判断啊，等到你俩真的一起工作的时候，可能啊会有一些变化。你也别想着回去做生意就是各种好，回去做生意呢，很有可能会击飞俺的蛋挞。就是说，不光不成功，还很有可能破坏你跟这个贵人之间的感情啊，这个你要万分小心。啊，有机会，我当然是劝你去把握这个机会了，但你要这个事儿，你要在心里你要惦记着。我是严重劝你去把握一下这个机会的，就是吧？你这个，你这个生命中的这个贵人亲戚愿意带着你多赚点钱啥的，是，但是过程中注意好这个分寸，明确好自己的位置。他是老板，你就是给他打工的，平时就叫老板，我不管他是你什么叔叔还是什么姨爷，就叫老板。他说你就叫你不，就叫老板啊，明确好，平时也少见面，好好工作，私下也别吃饭喝酒啥。就给你一点小小的提醒，祝你一切顺利，祝你发财啊，祝你顺利啊，祝你男朋友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是吧？说人吧，要是想得开，你说你是想得开，这不完全是一个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吗？27岁，事业能上一个台阶，能赚不少钱，啊，男朋友谈了2年，哎，将来组成一个家庭，哎，都在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上。这是一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想不开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对吧？想不开，这故事就可能急转直下了，后半生活在一种悔恨里。牛碎的好吃，大部分关系异地就没了。哎，你看，就思考这种问题啊。感谢星辰送的礼物，不要这样思考。我就说我自己啊，我是不能这么思考问题的。未来的事儿是没有人说得准的，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 A 和 B 这样选的，它不是说什么就异地，人生是很模糊的，容错率是非常高的。他亲戚啊，能给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工作4年，带他回东北做生意，难道说这个生意将来没有可能派他在北京干吗？而且我怎么觉得应该就是隐藏着这个目的呢？就这个未来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人生是非常复杂的。你说你就是好像看那个爱情小说一样，说哎呀，我这个一选个事业，哎呀，机场一个拥抱是吧？啊，俩人抱头痛哭，从此以后永别了，爱情没有了，回东北了，东北飞北京也就2、3个小时吧。啊，
是不是？对吧？看你怎么想问题，看你怎么理解你的人生。欢迎大家啊！我们还有7分钟发券。就是看你怎么理解你的人生，你有没有这种主动性，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异地恋，异地恋就没有了。哎呀，本地恋就一定有吗？有什么呢？到底是异地恋就没有了啊？那就本地恋就有的是什么呢？有的一定就是相爱吗？难道有的不是相互埋怨吗？在这种情况下，啊，朋友们，对不对？